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和程毅剧没对上，粉丝已经打好几轮了，折腰抬了，抬了，真抬了。藏海传和富山海对打不上了。看到肖战和程毅双方粉丝你来我往交流了好几天，我一时真的很迷惑，他俩啥时候成对家了？都是90生，都是流量演员，都有拿得出手的出圈代表作，都手握一番大男主的 S 加男频剧要抬，粉丝觉得对上了，就是对上了。这两家也属于是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之前程毅莲花楼在播时被恶意刷低分，点名是肖战粉丝干的。这次传出撞档的消息，将矛盾再次升级，都说是对方想打包热度蹭上位。咱就是说，两部大剧撞档对打被分流了，是什么值得庆祝的好事儿吗？但战斗粉就不一样了，要是两个流量的两部大剧同时抬上来，而一方明显压着另一方在播，这抗剧的含金量可比自己独占档期播出高得多，就是以后出去吵架腰杆子都比别人硬。参考去年虞书欣的《永夜星河》和赵露思的《珠帘玉幕》。可是平台之间希望对打吗？这就得看平台对这部剧有多大期待值了。上个月《藏海传》和《富山海》先后传出已经下正的消息，有说5月台的，有说要延到暑假档的。不排除会出现正面对打的情况，所以从那会粉丝之间就开始有交流了。程毅这边的阵仗大的简直可怕，刚有要播的消息，已经拿下29个品牌联名，全网超过700万人次预约，粉丝组织的线上云包场1000万额淘会员免费送，线下1000万落地百城宣发的应援，真行走的财神爷，一整个震惊内娱的程度。气氛烘托到这儿了，得播了吧？结果俄先发的5月片单里并没有富山海，程毅粉丝前排大闹了一场，要求平台必须把最好的档期和最好的待遇都得留给富山海，5月必须看到富山海。毕竟应援都做完了，要是不趁热播出的话，钱不都白花了？就在程毅粉丝这边大闹的时候，隔壁库也发了片单。里面正好有肖战的《藏海传》，同步上星央8也开始预热。富山海抬不抬不知道，但《藏海传》是要抬了。于是程毅粉丝再次拳打逃，脚踢鹅，威胁平台5月敢不播富山海试试呢？反正就是一副要是不播富山海，别的也别想播出来的架势。不管抬谁，程毅粉丝都会开撕。然后隔天的词条就上了高位热搜，为了红粉丝，平台也听劝更新了片单，真的加上了富山海。虽然加上了，但迟迟没有要定档的消息，还没确定要对打呢，粉丝已经先坐不住了。肖战粉丝觉得是富山海硬蹭藏海传的档期给自己抬咖，程毅粉丝觉得明明是藏海传心虚想蹭富山海的热度。单从两部剧的热度上来看，富山海有鹅和淘双平台保驾护航，确实声量更大。但藏海传是上星央8的作品，仿佛也掰回了一城。再看两部剧的麦香，藏海传是肖战加张婧仪加导演郑晓龙，主打权谋加复仇的大爽剧；而富山海是大 IP 改编，穿书加武侠题材，主演是程毅和娜扎。倒是都有属于自己的受众。再对比两位男主过往一番播剧效果，仿佛是肖战的数据看着更胜一筹。可问题是吵归吵，闹归闹，两部作品确实因为两家粉丝打成这样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，可有的时候流量也是把双刃剑，好的地方能看到，坏的地方能放大。更奇怪的是，程毅粉丝明知道富山海手里有个女二的大雷没排呢，就在这大舞特舞，显然不是什么聪明人能干出来的事儿。而且这女二明面上是女二，署名排在娜扎后面，但场次竟然是娜扎的3倍。
戏多也就算了，还是外籍，还被爆出 RH 发言，观众就是接受度再高，也见不得这种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的嘴脸，吃干抹净，甚至还得骂你两句。外网发言也经不起一点推敲。更好笑的是，这些东西就是诚意粉丝为了维护诚意的男主权益自己扒出来的。诚意粉丝早在2月份就已经知道了，早就在官博下面让剧方排雷。剧方也听了后面发新预告的时候确实没带他，但预告里既没换脸也没一剪梅，只要留着，迟早就是祸患。这次因为对打的事情，在肖战粉丝参与其中之后，这水便越搅越浑，事情越闹越大。在这之前真没什么人知道女二的雷，在这之后全网都知道富山海里有个 RH 女二。结果这女二跟没事人一样，美滋滋发起了抖音，直到官媒下场，编辑删除了富山海的宣传，台上来彻底无望。这下诚意粉丝更愤怒了，一部分粉丝开始岁月史书说根本没发过，但网友说是编辑之后闹太大，所以才都删了的。一部分粉丝觉得哥哥付出白费了，自己应援白干了，一边到处喊冤不能因为这一个人就葬送了全剧组的努力，一边把矛头对准肖战粉丝恶意竞争。是肖战粉丝担心《藏海传》播不过富山海，怕诚意超过肖战，所以才这么下死手不让富山海顺利播。毕竟肖战粉丝可是经历过227的兵，他们是内娱恶霸。南风前2天确实一直有刷到避雷 RH 剧富山海的帖子，但这事儿和肖战粉丝关系大吗？肖战粉丝肯定有扩大舆论的责任，但要怪只能怪这女二的雷太触碰底线了。第一，发言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；第二，这雷是你们自己扒出来的。事情越闹越大之后，女二不得已站出来发了声明，但买账的网友并不多，而且一纸声明谁不会发，况且还是没盖章的声明。直到多家官媒站出来发声，大家以为到此为止了，但是还没有。已经离职的前欢瑞副总裁姜磊下场表示是5月播的，好家伙5个字给粉丝又续上命了。因为女二这事儿，富山海的热度再次疯狂高涨，各种数据直接吊打《藏海传》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竟然有部分诚意粉丝为了台剧开始给女二喊冤了，直呼我看个剧还得悲调。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啥？看到这些无脑发言，不仅肖战粉丝来劲了，路人也开始下场了。你们家粉级大于国籍是吧？南风查了一下，这女二还是诚意公司欢瑞旗下子公司的艺人。我真的害怕富山海剧方和诚意这边不及时割席止损，怕是也会被人抓住把柄，落得个包庇 RH 艺人的名声，实在是有点得不偿失。其实对于剧方出品公司来说，演员出现问题，及时换脸重拍重剪就可以，这都是常规操作。不少网友表示，既然公司和剧方早就知道了，干嘛不早点换掉他，非得等闹到这一天呢？仔细盘了一圈，南风觉得有几个原因。其一，这确实是自家艺人，肯定还是想保，还没彻底成为弃子。其二，如果真比女主娜扎的戏还多，那要是一剪没肯定会影响剧情发展。其三，换脸重拍的成本也不小，所以我觉得多少有点赌的成分。可能剧方也没想到粉丝能闹这么大吧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当初剧方悄咪咪除名，平台暗戳戳没发，是不是就想哪天偷偷空降台上来？如果没有诚意粉丝中间大闹一通要5月档期，而后又和肖战粉丝掰扯不清，在俄和陶的齐心协议下，女二那点事道个歉，发个声明切割富山海也不是没有抬上来的可能。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大聪明，先想出来让2个流量对打的，流量赚麻的同时，事态也逐渐变得不可控。现在事情搞大了，
想不删不换顺利播出，属于是难上加上，目前看来怕是有点遥遥无期的意思了。成也流量，败也流量，粉圈打仗真不是什么好事，不管是对顺利播出的《藏海传》，还是换脸带台的《赴山海》，肖战粉丝觉得酷不可能，蠢到自己主动对打核桃2个平台，这样明显自己不占优势，所以是诚意想踩着肖战上位成顶流。诚意粉丝看不上肖战靠卖富上位，明明是自己因为上一部武侠电影扑街，急于证明自己，想踩着诚意造势翻身。至于到底是谁先捆绑的谁，现在也对不上了，再纠结也没什么意义。都说流量花永远干架，永远不分家，流量生又何尝不是缠缠绵绵？毕竟盘子就那么大，不是你的就是他的。播好了有人眼红，播不好有人嘲讽，内娱啊，时时刻刻都在上演宫斗剧。2部备受期待的流量大剧对打，凭借2家粉丝卯足劲摇旗呐喊、宣传造势，虽然能大幅度提高彼此的播前声量，但是后期走向是否能留住观众，就得完全依靠作品质量了。从剧情架构到人物塑造，从演员表演到制作水准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团队精雕细琢。可现实的残酷是，并不是每一部流量大剧都能在质量上经得起考验，很多剧都是播前世界名著，播后无人关注，期待有多高，失望有多大。